Hello，欢迎来到一群网友，我是一群网友的 Ryan。我们今天又来到了赤峰街 Photos 就写真的这家店，是一个网络上非常有名的店。今天一样来开箱一个非常限量、非常特别的徕卡，我们就现在过去看吧。走，今天有我们的张总跟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一次的开箱。那我们今天要开箱什么？徕卡最新的 M11限量的黑漆版，还有它的一颗镜头。这个镜头是多少？就是这个镜头大有来历。那个徕卡的夜神，你有没有听过？有。第一代啊，你听过是50.95，那第一代是他的阿公叫51.2，1966年。那当然不是第一代的镜头，这是复刻版，而且这一次徕卡跟 M11的黑漆也把这颗镜头做成黑漆版。这个不是抢手货而已，是非常抢手，非常抢手的。好，那我们就是今天要来看咯。第二，我们先从那个机身先来，虽然是限量版，那现在这个包装是徕卡最新的环保包装。M11黑漆在徕卡的历史上，徕卡相机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有2个颜色很重要，一个是黑漆，我们称为 Black Pen， 那另外一个是军绿色，叫 Safari， 应该有听过哈。上次记得上次哈苏那一台就是有一点点在学军绿色。对，我们看一下 M11， 等一下，这个要戴一下手套。它的黑漆有点像是所谓的钢琴烤漆的亮面漆的颜色。看得出来啊，哇，很漂亮。对，你看，对比一下，这是一般正常的黑色的机子，这是 M10啊，M10，对，一般黑色机子都长这样子。那 Black Pen， 尤其是这近20-30年来徕卡这种涂装技术越来越厉害，只要是亮黑漆的机子都是炙手可热，绝对都是限量版。这台也是限量版。是的，绝对是的。画素达到6000万像素，M11好像只有到2400万像素。所以它目前也是 M 系列像素最高的一台数位相机，经典。那这个数位相机从M 系列从2006年第一台 M8到现在，你看，也快20年了。数位机身有做过黑漆版的，这是第二台。上一台是你这个的旁系的堂哥，M10R 4000万像素的。黑漆一样，那时候没有讲限量几台，但是出了2批，徕卡通常就是做了2批，它就不做了。那据说目前这一台现在镜头才刚出来而已，镜头已经几乎是拿不到了。那机身也是非常少数。这一次也特别强调它的重量是最轻。M11比较特别的就是说，你像M 的传统它是有底盖，那当然它在制作 M11的时候，它把机身改成铝镁合金，所以说它没有底盖。那正常版的 M11它是上下都是铝镁合金，但是黑漆为什么黑漆很漂亮，你知道吗？在徕卡有个专有名词叫做漏铜，什么叫漏铜？落漆啦，就是久了之后它旁边凝固漆，用久了漆掉了叫掉漆，叫做落漆。但是因为铜的颜色是黄色的，所以变成什么黑金？答对了，黑金，所以漏铜是非常漂亮。那通常这种都是在很早期的有经过历史的底片相机。我随便举个例子，那种黑漆比如说今天如果是 M3 很多人听过。1954年的底片机 ，M3 那时候有没有黑漆？有 ，M3 的黑漆的底片机到现在历史也很久了，随便一台拿出来，只要还摊完整的那个拍卖行情，大概都是200-300万起跳，黑漆而已哦。那上次它的我刚才讲 M10R 的黑漆，也不久嘛。一样，它没了之后，它现在二手的行情也远高于它当初的售价。对，所以黑漆是除了漂亮以外，在徕卡中又很有价值性。但是这一台
刚才讲的铝镁合金，但是徕卡为了这个 M11，它把上盖的部分还是回来用铜合金的金属，所以它一样会漏铜。当然要用很久啦，哦。所以，但是它这一次也是按照它的惯性，就是少了你最喜欢的那个可乐标志。我们现在常见人最喜欢的可乐标志，它就是没有。通常第一次买徕卡的人会要求，我一定要有可乐标，没有可乐标他就不认得徕卡。但是徕卡通常很低调，有没有看到它上面有一个徕卡的刻字？哦，如果好像这个是10P，这个没有可乐标，哦，那没有可乐标，它在上面就会有它的刻字。哦，这个徕卡书写体的一个刻字，一样代表它的身份。拿起来感觉不一样哦，很轻，非常的轻。我们先来看一下镜头，它这一颗虽然是复刻版，但是它也设计上它是完全按照原来的那一颗51.2的原始设计来设计的。哦，什么叫布丁盒？对，没有问题。来，你看一下，可以，这个都是亮的，有点像钢筋烤鸡。这就是布丁盒。这个，早期这个装徕卡镜头哈，我们这个俗称为布丁桶，哦，透明的一个塑胶罐。来，我把它打开。它不是后来才用所谓的皮桶，那因为它这个是还原当初1966年那个镜头，所以它一样是做布丁桶来装这一颗镜头。你看，这个盖子，白色的徕卡 logo， 这个在这个复刻的正常版是没有的。复刻正常版是没有。这个有指纹我都不敢摸，你知道吗？等一下，我们把它擦干净。好，那这个布丁桶嘛，这是盖子，那镜头呢是这样子拿起来，跟上机身一样。你看，这是它的后盖，这样子，非常的漂亮精致。你要吃焦糖布丁吗？太焦了。黑糖馒头呢？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俗称的夜神啊，超大光圈的第一代徕卡的这个 Nautilus 系列的始祖，非常的漂亮。那你知道当初那个1966年做这一颗镜头，那时候的技术啊，就可以把镜头光圈做到1.2，已经是突破光学的一个极限了。1966年1.2的光圈。对，那时候其实只做了大概将近2000颗啦。这个反正这个查这些历史资料有说1700，也有说2000颗的历史资料这徕卡圣经。那你就可想而知那些始祖的 original 的镜头身价不菲，非常不菲。需要讲一下价格吗？好，猜看有多少？original 的镜头一颗哦。徕卡这个我应该这样讲，这个复刻版这个一颗的正常版的定价是台币20几万嘛。那当然你说1966年已经差不多有快60年了嘛。那时候镜头当然便宜啊，可是到如今啊，因为所谓的老金啊，夜神又是夜神的始祖，因为复刻版出来之后，随便一颗，只要镜头是正常的，讲难听点，只要是玻璃没有破掉的，堪用的，外观当然有使用痕迹，那玻璃还是比较漂亮的，品相在中上的，那个一颗现在的拍卖价，或者是在二手的交流市场上，那个快买不下去的。破100万吗？什么破100万？这个复刻版还没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破100万了，所以它复刻版出来之后，它现在的身价大概最少品相好了170、180起跳。一台车的价钱。
进口车，还不是国产车。我但他们还问我阿公有老来吗？回家翻一下，翻箱倒柜一下。哦，所以徕卡的镜头，那你看呢？虽然是新的黑漆，但那不可讳言的早期很少在做黑漆啦。那时候的电镀可能这种涂装的技术也没有像现在近20-30年这么好，所以近20-30年只要有还存活的，还看着这么好的黑漆，又是漂亮的金斗，每一颗身价都比这个还要高。我等一下可以加码，我可以开一颗千禧年的51.4的一颗老镜的V3的黑漆，20几年前的嘛哈20几年前了，它是今天全加码，这完全没有蕊过的，知道吗？它是全新的哦，重点是全新的全新的，所谓全新就是没有用过，还保存好好的，连盒子什么都保存好好的。购买资讯可以在下面留言。不是人家回家买走了吗？不是，这个留购买资讯，我也会再造成我们的困扰。我不知道去哪边找第二颗。OK， 那我先把它放回布丁桶。好，这个这样盖起来，我们先放这样子。好，这是它的 Book 遮光罩，漂亮的黑漆。它这次的配件是这些，然后还有一颗电池，还是啊，机身本身当然会有电池，对也会有背带。好，来，我们要完整的开箱，是不是？来这够像，来对物件哈，来，现在因为以前是珠宝盒设计的包装嘛，现在被改成所谓的环保包装。现在大家环保意识抬头，由 iPhone 带头嘛。它这一次好像据说它的那个塑料是几乎没有，只有装相机本身的袋子。唯一的对，就只有那个袋子是有塑料。对，是的，它全部都是纸的。是的，环保材质。唯一。那底下这个就是，Type C 的一个充电线，环保了嘛？现在大家都学 iPhone， 这个也不会有充电器的嘛。现在相机本身都是Type C 的。珠宝盒也是很漂亮的哦。那这边就是它的背带，那这一颗电池也是特别的。对。那我把它拆起来。它这个电池跟原本这边这个电池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它不能共用。可以。可以共用。但是来底，因为正常黑色的底就是正常黑色，但是它是黑漆，所以连这一颗电池都是特别的，也是黑漆的底座，会反光的底，是漂亮，没错。因为你如果是黑色的，那装上去就不对啦，颜色就不对啦，这样子才会一致，整个都是黑漆。很用心的一个。对，听说这颗电池是没有办法在店家买到的，要另外跟徕卡 order， 对，要另外 order。才会有第二颗一模一样的电池，这个就是它来完整的东西配件，所以它等于说这一次它的性能也是提升很多。是 M11， 是当然 M11 拍的照片那当然不在话下，所以它这一次的价格当然也是非常的亲民。以徕卡以目前通常限量版就是这样子，它发表的时候价格其实都算合理的，都算亲民啦。可是货供出来以后，现在大家抢着要，这没办法。这个要举个例子，这有点像我们这可以讲，有点像富士这个已经抢了半年的那个X160，到现在还在抢。这个没有办法，这市场机制。那我们上次都在场的都在刷那个网络，没有刷，在场的没有一个人刷到啊。从12点到下午5点，还下班之前，还点不开。对，但是在徕卡上因为我觉得徕卡的限量的东西不是漂亮而已在意义上也有，它都在跟一些它以前老的东西致敬。我们看它底片机，徕卡最经典的最后一个机械式的135的底片机 MP， 它的黑色的就是直接，只要有一个黑漆，只要有一个 P 的都是对，刚好有的看，对，来，来，马上可以借一下了，你看。这是经典的底片机了，你看黑漆有没有？是不是
一模一样的黑漆。哇，很漂亮。哇，这个是我这边有的这个忘了要搭一下，这个就是黑漆的快门钮 ，Black Pen 的快门钮。连那个都对，那种克制配件当然要一样。你看底片机的黑漆，NP， 这个是数位机底片机135底片机的顶，目前 M 系列数位相机的顶天，底片机数位相机刚好，多好的一个比对。当然，下次如果我们 Ryan 这么的用心在帮我们这个拍这些东西老板要送一台，谢谢。不是很爱。有机会我们来找一下 Original 的Nautilus 的阿公原始版。好哦，到时候我们可以来开箱一下，这个让大家闻香香。那不能算开箱啦，就是曝光一下啦哇，这个里面都是二手的东西。我今天加码多了嘞，来，既然都黑漆，我们这黑漆到底？等我拿一个我刚才讲的那个51.4的 V3。你看这个包装盒，这是20几年前的包装盒，先弄个200万出来。你看这个，它这一颗是全新，因为没有被使用过啊。这个镜头也是老的，但是这个是千禧年的时候跟着那时候一台徕卡 M6的机身，还有跟着2颗镜头一起做黑漆版，我们称为千禧年版。它那个时候镜头已经改成是用皮筒，那这时候布丁筒早就没有了。我们来看一下20几年前的黑漆，就是被锁在保险柜里面吗？那比较新的。全新的，全新的。老板刚讲全新的，它全新的，它这是被锁在保险柜里面，就可以这么洗。不知道了，可能当初拥有的人他有先见之明吧。他可能买2颗。有可能一个拿也有可能。然后当然啦，这一次为什么这一颗51.2的黑漆版价格可以比较亲民是有原因的。你拿看，这个体积明显比它小吧？对，小很多。没有发觉它比较重？对，它比较重，因为这个镜头的镜身是铜合金。铜合金的。那当然，那这一颗它大部分是铝镁合金所以说在材质上面是有所不一样的。对，可是它这个镜头的外观，这个是当初就是这样子的不是复刻版，就是当初就是这样子，它只是千禧年特别做了一个限量版。好可恶，好想要！拍照，这个身价都在他们之上。黑漆漂亮你也可以卖车，我应该去卖肾吧？不要以为黑漆的东西很多，黑漆的东西其实很少非常。然后又要看到，不要说全新保持的很新就已经不容易了。因为毕竟镜头拿来用的嘛。而且你今天不下单，明天就是没了啦。那又是另外一个价格，也有可能是没了。这台也保存得很好，这台也没有黑金出现。这一台正常使用正常使用要用到漏桶其实不容易。其实尤其是现在大部分的VIP 客人，他们买东西，那我应该这么说啦，我们刚才在讲的这个 M11的黑漆，理论上买来是不会拍的。他们要拍会拿正常版的来拍，那收藏用跟使用平常日常。对，那尤其是拿徕卡相机的镜头的，绝对是非常照顾的好的。我们提一下上次这个是活生生的案例，那一天来不及记录一下。我们上次开箱哈苏，哈苏有一个数位机背，有一个客人他刚用了不到3个月，数位机背907。他说有一次在家不小心，钥匙稍微去在他的旁边轻轻的一点点小痕迹，他说要送修，结果送去代理商，代理商不理我。你说你这个要修什么？他说你能不能修烤漆？你能不能请你客人把它撞烂一点，然后有必要再来修？然后我客人就跟我
协调，跟我协商一件事情。他说他回去拍拍看，他拍不下去，因为他拍照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小小的痕迹。结果他把机子拿来，回说现在机子在我这里，他又重新买一台新的。没有他卖多少，我可以跟他对折。我们等一下可以谈机子在我这里。他卖多少？他卖多少？真的这些机器啊，真的要好好使用。那我手上拿的这个很烂，这就有漏，这个叫漏斗。可是这个机子已经是2012年，这是正常有在使用的。你看用了10几年，哦，边边角角是不是黄色的金黄色的？哦，这边的这个是正常使用之下的所谓的漏，可是它不是黑漆，它就有可乐这是正常黑哦，不是黑漆。哦，正常黑，因为它上面是铜金属，所以它正常黑也是像这样正常黑。是的啊，这个是因为用很久，蒙个金骨一样。哦，我拿这来蒙这个。对你这个多摸一点，摸久就会漏桶，就会跟这一颗一样。对，那还有一个快速漏桶的方法，要试看看吗？这是新的小知识。No， 这是正确的。我有客人有做过啊，就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还是追剧看电的时候，你去买一块那个四银布啊，你不能买砂纸哦，一直擦，有没有？四银布啊，你就一边追剧的时候，一边看电视就是特别把那个漆都磨掉。对，你就这样子把它有点像那打蜡，你就打个1个晚上，隔天我的机子漏桶了。这是我可以做家庭代工，有需要的可以在下面留言，我可以去帮你。真的有人会找你哦，不要再讲哦，真的会有，真的会有，真的吗？要接吗？我帮你接好不好？真的哦，在家里面看剧就要一直磨。客人会要求我这个地方要漏，这个地方要漏，这个不就贴胶带，然后一直在那边这样。好，我这个业务我帮你接，没问题。这就是我们徕卡鼎鼎有名的黑漆。Play Pen， 哇，赞哦，酷啊！我们今天看了1、2、3、4台，而且还有一台是底片机，黑漆，然后一台漏桶的，而且是用了一颗也非常棒的。顺带提一下，镀钛，这也不是正常版哦，这也非正常版。它 Titanium 钛有没有？但是它是镀的，它不是 pure， 不是 pure 纯钛。来，要再加嘛，会加不完哦。在历史上，制作相机的历史上，所有品牌第一台用 pure 纯钛制作的底片相机跟镜头，在2004年 M50周年的时候，徕卡第一次用 pure 纯钛，这是做相机历史上都没有的哦，用 pure 纯钛做了M7的底片机 ，M7是在 MP 的之前，还有做了一颗又是51.4的纯钛的镜头。我们这边讲不够吸引，刚好我有镜头，我拿给你们看一下。纯钛 pure 太丰收的材料，你看我们讲得出来都拿得出来哦。哦，这个也是2000年的时候，他们的造型2004年，其实都是51.4，它是前后代。哦，因为 M 的历史，这个也要卖车才买得起。当然。我们到底要卖多少车？是一台车要卖好几次？没有，而且是要进口车，不是国产车。就借4万块卖好几次，然后来这里买相机。我没听过车子还可以借2台。你要不要看看？它的镜身也是铜合金，可是它是 pure 纯钛。pure 哪一颗比较重？重的话，应该还是这个黑漆的分量会重。这个，但是它们也不同代，会差一点点。你原则上，纯钛的东西会比一般的金属轻一点点。那因为它们本身都是400公克，硬度非常好。纯钛做相机做镜头有什么好处？你正常的它不容易刮伤，哦，所以会保存得更好。你有知道做相机的历史，不是徕卡哦，全世界第一个用纯钛做的机身跟镜头，好奢侈。2000丝滑，你知道吗？这个完全丝滑，这样咕噜的这样。不错，我们除了见证黑漆，也见证到纯钛。好，
好，留一点下一次，好留一点下一次。不然不知道车子要卖几次。没关系啦，那你车子应该很多啦，随便拿一台不要开的哈，那个卖掉就可以了。货车吗？货车其实不便宜耶，货车连货一起，也不便宜，你知道吗？40尺的都不便宜耶。 OK， 哦，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张总，又让我们来见证了一台黑漆版本的徕卡 M11，是真的是真的漂亮，真的又轻又漂亮。好的，老板想问的这个是这个签名有没有什么历史？这是徕卡的 logo， 对，它有 logo，就是说为什么刚才中间提到为什么它不喜，就是喜欢 P 的东西。徕卡在做相机哈，它有一个传统啊，就是通常像这个，它会先出这个有个 logo， 就是然后它标嘛，这一台的型号叫做 M240，那所以过个2年，它的下一代啊小改款，也没什么好改，叫做240P， 它就会把 logo 拿掉。那没有了 logo 的辨识，它就会用签名书写体在上面。而且这3款的签名好像不太一样，这一款的签名不太一样。的那个是手写版，这个对，徕卡的当然我这个就要去翻它的历史出来的，它包括它可乐标，包括这个从早期的 Lights， 那它的字体当然也有稍100多年，如果从前身算超过150年的，那它会有稍微有一点飘向的变化。对，那这是红可乐标跟它的书写体标准的刻在机身顶部的徕卡的 logo， 水挡到，是，所以买相机就来这里，没问题，尤其是特别的。特别的，对，老板这边都只有特别，真的特别。没有，正常的也有，正常的也有，不是只有特别的，不要这样。正常就是例如说那个徕卡 Q 之类的吧。有 D+8啦 Q3啦，对，有时候还有爱马仕那一台。那个号码也很特别的。对，我知道它蛮特别，但是它是底片机，我不太会玩底片机。有啊，你刚才已经拍了，对吗？对，熟悉了，还没有，还要摸索一下。你的那个号码是为你而留的，你知道？好的 ，OK， 就到这里了。喜欢请就下面留言，那记得订阅、分享、加关注，然后有空常来志峰姐这里走走。好的，拜拜。